布手作的 Roxy， 我们今天要来钩织这一款立体的猫咪束口袋，非常可爱哦。这个线材正好我用了一个比较毛茸茸的线材，让它看起来很像小猫。然后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把抽绳打开以后，束口袋的抽绳打开，揪着猫咪的耳朵就可以把整个包打开了。然后里面其实空间很大，因为它就是一个圆形的束口袋，好，很可爱。然后把它束口起来，就会变出猫咪的耳朵立体起来了。好，然后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线材，这边是我用了一股白色的细线和一个毛茸茸的线，让它有绒毛的感觉。这个是我打样使用的，我用了一个 baby 夹。好，所以其实只要一点点的毛线就可以了。然后所有的线材也都很自由，粗的、细的，各种材质，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应该都蛮好玩的。然后搭起来的时候有点不像猫咪，可是只要束口起来，1、2、3，马上就会变出猫咪的头的可爱的模样。好，然后这个也不会非常困难，动作都很简单，需要的针目也只有短针、中长针和长针。还有锁针啦，对，就是一些很基本的针目就可以完成一个很可爱的小猫头。不管是自己放在包包里使用啊，放一些小东西啊、化妆品啊、护唇膏啊，或者是譬如说要送人东西、送人小物的时候，可以装在里面，是非常可爱的礼物哦。好，那我们今天，其实线材可以使用任何的线材。不过影片为了比较清楚，这边还是使用 baby 夹，然后用一个很可爱的鹅黄色。其他需要的材料就好像没有了，需要毛线，然后相应的钩针。钩针 baby 夹的话，我自己习惯就是不是娃娃的话，我用3.5的钩针，剪刀、记号扣、毛线针都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咯。好，这个包我们要从包底开始制作。好，包底我们是环形起针，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环起，然后拿着线头，可以绕1只手或是2只手指都没有关系。我这里比较好操作，我们绕食指和中指，从后面手掌处过来，绕食指和中指2次，2条线。好，2条线绕好了以后，从第1条线下方过去，捞第2条线出来，然后直接做一个扭转。扭转以后，它这边其实已经不会掉，已经是一个整目了，对不对？已经就是毛线已经有一个打结。然后这个时候从后面这边绕线捞出一个锁针，这个时候手指退出来，它就是一个环。然后这个环是可以调节的，不过我们暂时不需要动它。接下来这一圈我们要钩织12个长针，通常12个长就是一整圈，或是不管以长针为包为主体的钩织的时候，第1针的长针通常我们是钩织3个锁针取代。好，然后3个锁针取代第2针是正常的长针这样子。不过呢，这样会有一个问题，有过经验的朋友就知道，到时候我们整圈钩完做结合的时候，因为第2个长针，这个长针的主体呢是很坚固的，就是有重叠的，有比较立体的结构。但是第1针这就是3个锁针的叠加，所以它会比较浪，它会看得出来这边比较通常会有结一个洞。所以我们今天来使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取代这个第1针的长针。好，第1针长针我们这边不用3针锁针，我们用1针锁针，就是刚刚环起这个就是1针了，然后直接进洞绕出钩一个短针。好，短针钩完了以后呢，短针的身上会有一个 V 字形，对不对？最外侧左边垂直的这一条线，我们钩针把它挑起，然后进去捞一个线段出来。这时候钩针上有2条线，对不对？
然后我们绕线，把2个线圈一起拉出。好，这是我们的第一针。它的结构呢看起来比较复杂一点，也就会比较坚固，然后它底下不会这么浪，不会那么空啦，不会像3针锁针这么空，所以等一下结合起来，大家就可以看到差别。好，这是第一针，我们接着钩织长针，长针绕线，然后进洞捞出来以后绕线。拉出2个线圈，再绕线，再拉出2个线圈，这就是长针。好，我们总共要再钩织11个长针，加上第一针就是12个长针哦。这是我们的第一圈。在钩织的时候，环起的时候，请务必要记得下面这2条线都要勾到。好，包括这个线头的线圈，线头的这一段，还有呢，就是这个圆形的这一圈都要勾在里面。好，12针完成了，我们先把线圈稍微拉长一点，然后确认一下，1、2、4、6。8、10，然后包含第一针12，没有错。然后呢，我们这时候就把这一个环形起针的这个线头啊，我们把它收紧。好，收紧的方式就是用力拉，让它中间这个圈圈到完全消失，它可以到完全消失。好，如果是亚克力线，像是 baby 夹这种就不需要害怕，或是比较强硬的棉线，真的可以用力拉，把它拉到整个收紧。好，如果是羊毛的毛，就是偏毛类的话，就不要用那么用力去扯它。好，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引拔，跟第一针这个记号扣处做结合。好，线头把它先放在后面。第一针刚刚拔起来这个洞，我们直接进去，然后把这个线圈收紧。进去以后绕线拉出，然后再拉出我们原来的线圈。这时候一定要反方向把它拉紧，让你不会误会它是一个针目。那如果小成这样子你就不会觉得它是针目了。好，那我们第一圈就完成了。好，我们现在开始第二圈。第二圈，首先我们第一针也是要用一个特殊的针目来取代3个长针的起针。好，所以我们不要用3个长针，我们直接钩织1个锁针起立。然后在同样的针目进洞，我们钩织1个短针。好，短针钩织好了以后，挑起短针最左边的这条线，进去绕1圈，拉出1个线段。这时候有2个线圈在你的钩针上，再绕线，一次拉出。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针。其实大家仔细看，从侧面看，它依旧是3个锁针，1、2、3这样子。但是它因为中间就有东西支撑它，导致它不会那么空，也不会那么晃，所以它就不会呈现一个大孔洞。好，第一针完成了以后，我们第二圈要来加针。第一圈是12针，第二圈我们要24针。也就是每一个针目我们要对出2个长针，同一个针目我们要对出1、2、2个长针。好，所以这样这整圈钩织完，总共会有24个长针。好，我们第二圈也钩织完成了，然后我们要来跟第一针做引拔。第一针处把记号扣拔起来，然后进去钩针，绕线出来以后再直接套出来。好，这时候要往反方向拉一下，这个是我们第2圈。好，第3圈一个起立针，一样在第一针钩织1个短针先，然后在短针的最左侧的这一条线挑起，绕线拉出2个线圈，再做一次绕线拉出。我们用这一针来取代第一个长针，然后套上它的记号扣。好，
好，这一圈呢，我们一样要做加针，我们一样加12针，最后的时候是36针。所以这边我们一针做加针，另外一针做不加针。所以我们第一针再加1针长针，第2针就不加针，这样子。然后第3针再做一个加针，也就是一个针目套出2个长针，然后下一针又不加针，以这样3针为一组，然后我们总共是12组，所以这样就会加12针，最后是36针哦。好，第3圈完成了，一样我们来跟第1针做引拔。好，拔好以后，我们要进入第4圈。第4圈我们要加6针，不加12针的，我们加6针。然后呢，6针的话，我们本来是36针，再加6针是42针。好，所以这边我们先来起立1针，然后短针，然后在最左边这一条线将它挑起，绕线拉出，2个线圈依次套出来，这个是我们的第1针。好，那我们这边在第1针加针，然后这样是2个长针，然后再5个不加针。好，这样是一组。好，加针，然后5个不加针，这样子，所以这样7针为一组，我们总共做6组，1个长针加针，然后5个不加针，然后整圈都钩织完成。好，第4圈1、2、3、4，第4圈钩织完成了。然后第4圈会发现它并不是平的了，因为我们没有加满12针，它会有一点点就是碗状的样式。好，那我们来跟第1针做引拔，反方向拉紧，收回来。好，我们接下来是第4圈，第4圈是加针的最后一圈了。第4圈我们第3圈42针，第4圈我们再加6针，变成48针。然后我们第1针一样是使用特殊的第1针短针以后挑线，再拉一次。好，这是第1针。啊，为了加针比较均匀，不是只有第1针这一个地方在加针的话，所以我们现在把加针处更改一下，我们先做3个不加针的长针，然后在第4针做加针，然后再3个不加针，1、2、3，这样8针为一组，好，总共会有6组。先3针不加针，然后下一针对出2个长针，加针，然后再3针不加针。好，第5圈钩织完成了。然后我们跟第1针做引拔，反方向拉紧。好，那现在呢，这个线头忘记藏进去了，没关系，等一下来收。好，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有点像它的下缘已经完成了，猫咪的那个包底的，好，所以已经有一点碗状的感觉，已经有立体长上来了。接下来的5圈1、2、3、4，我们这5圈加针，接下来在5圈是不加不减的48针。好，那我们第6圈开始。
第一针也是直接起立1针，然后用短针开始，然后挑起短针的第一针的左侧的线段，再拉一个线圈出来。好，这是我们的第一针长针。每一圈的第一针都这样处理。然后会发现，你看下面就是不会看出那么明显的，仔细看一定还是看得出来哪一针是第一针啊，但是并不会特别的明显，因为不会有一个空洞。好，接下来这一圈就是1针对1针不加不减，然后总共钩织5圈，5圈以后我们再回来哦。5圈的话，包体就完成了，我们就剩下包口的边缘，还有猫耳的部分。好的，最后一圈，第10圈我们也钩织好了，来看一下，1、2、3、4、5、6、7、8、9、10，所以我们包体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做束口袋的孔洞，然后最后可以穿束口，就是穿绳子进去把它束口起来。束口袋的孔洞我们使用的是中长针。好，先帮我做一个起立针，不过这次起立呢可以稍微长一点点，因为我们要起立的是中长针。好，起立针完成了以后，在第一针处同一个针目的地方绕线进洞，然后捞出，到目前为止都跟长针一样。好，长针是绕线拉2个，再绕线再拉2个，中长针是绕线一次直接拉出3个，这样就是1针。好，中长针结束以后，我们接1针锁针，然后我们拿记号扣扣一下第一针的针目，这个是我刚刚加的锁针。好，锁针的下面第2针我们就空针，因为我们上面补了一个锁针。好，空1针以后，第3针一样做中长针，然后再一个锁针，然后下面空1针，再下1针，做一个中长针，然后一个空针，一个锁针，然后下面空1针，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我们来做这个孔洞，让我们可以掉了，让我们的那个抽绳等一下可以从这边经过。好的，然后我们就把这整圈都完成。因为它整圈是48针，所以我们会有24个中长针接锁针，这样一组会有24组。好的，我们到了最后1针钩好了以后，这边空1针，然后上面一个锁针以后呢，我们把记号扣拿起来，在记号扣处做一个引拔，因为这边我就没有刻意去做隐形的结合，因为等一下可以藏进去，然后上面我们收扣，所以不会被看到。好，那这时候这边就可以断线，然后我们把线圈拉出。我自己的方式是在同一个针目这边，我们把它拉回去背面。我们把这一个线头拉回去背面，然后从背面做整理。好，在背面的地方做藏，可以往里面藏。好，那我们包体这边就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做包包很重要的这个猫耳朵的部分。好，那猫耳朵的部分呢，我们没有要用缝合的方式，我们是直接在包体上做钩织，所以要先帮我来找针目。这时候请大家拿出4个记号扣，然后不要用这种有开口的，因为这样钩织完一半，剩下2个可能就不见了，就掉了，就找不到。好，要再重数一次。好，首先呢，我们先来找，就是我们刚刚开头这边，好，开头这边这一个针目是特别厚的这一个针目，
我们可以把它包住。好，这一个是我们用来当成第一个长针的针目，所以这一针帮我在它的横向这边，就是不是挂上面哦，是挂这个柱子上，这一针帮我挂上记号扣。断了，好，没关系，还好，没事，可以用。然后呢，它隔壁这一针往回找，它隔壁这一针也挂记号扣。然后来帮我数柱子。好，我们从刚刚起针这一针，第一针往前数，这一针不算，我们数22针，2、4、6、8、10、12、14、16、18、20、22，然后这是第23针。第23针的地方，好，这一针帮我挂上记号扣。然后还有它隔壁的这一针，它隔壁的这一根柱子，我们也挂上记号扣。好，那其实就是它侧面的2针，然后中间我们都相隔22针，所以挂完以后要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数对，可以翻过来没有数过的这一边，2、4、6、8、10、12、14、16、18、20，然后22啊，这样就对了。好，就是2针挂记号扣，空22针。好，2针挂记号扣，空22针。等一下，我们就是要在长针的这个柱子上做钩织，来钩织我们的猫耳朵。好，那我们先来这一面，任何一边开始都可以。我们把这个包包，因为我们要钩织这个长针的柱子，所以我们有从右往左钩织，所以我们要拿这一个方向。好，然后这个方向的话，我们是要钩这根柱子，所以我们先把第一个记号扣拆掉。好，然后我们拿出毛线，我们直接在这一个线段上接线，这一个长针的柱子上接线。好，毛线拉进来，然后一个锁针扣上，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在这一个长针上要钩织2个短针，长针的柱身上钩织2个短针，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有1针锁针了，以后这个线头可以跟着走进来，或是事后再去收。我们钩织2个，1、2，2个短针。好，2个短针钩织完了以后呢，我们再往它下一层，它的就我们刚刚钩织的是第10圈，我们再往第9圈走，同一个，大家要对好一下，就是长针其实稍微是会有一点点往右偏，所以我们要往左边找它的下一针，在这边。好，再把这个长针的柱子挑起来，钩织2个短针，这样就4个短针了。然后我们再一圈，再一层。再2个短针，好，所以我们这边2、4、6这一边，这样就单边就有6个短针。好，那猫咪的耳朵是立体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把你的整个整个包体转向，我们来钩织后面这一条柱子，就是我们另外一个记号扣这边。好，找的方式呢，就是钩完了以后，我们直接转向。转向这一针已经被我们钩过了，所以它下一针是这一针，然后前面这一针，然后这时候转的时候要记得这一个就是钩针上这个线圈要控制好松紧度，不然会变成一个大洞哦。好，转过来也是钩织短针，1、2， 2个短针，然后接下来在它上面这一针，也就是刚刚钩织完的隔壁。也是2个短针，1、2，然
然后接下来就会发现，我们就可以找到当初挂记号扣的这一个柱子，把它拆下来。好，2个，1、2，这样我们耳朵的第一圈就完成了。我们回到第一针，第一针刚刚忘记挂记号扣，不过应该不会太难找哈。这边你看，第一个柱子上面有2个短针。好，我们在第一个短针的这边，因为我们又转向转过来了，所以要控制一下这个线圈的大小。引拔出来，往反方向拉齐，然后收口，收好线圈。猫耳朵的第一圈完成。好，接下来我们来它的第2圈，一个起立，然后刚开始这边帮我钩织1、2、3、4个短针。我们来把第一针挂一下记号扣，1、2、3、4，第一针在这里挂一下记号扣，等一下会比较好结合。4个短针完成了以后，下一针帮我做短针的减针，也就是这一个柱子上对出的这2个短针，我要把它剪成1个短针。减针的方式呢，就短针钩一半，好，先一半就是进洞以后捞出这样。然后我们就先不要再继续钩了，直接进下一个洞，再套出1个圈圈。这时候钩针上会有3个圈圈，套绕线，一次把3个圈圈都拉起来，这样这2针上来就变成1针。好，接着翻面，背面的这2针也是要剪成1针。好，所以这边套出来1个线圈，第2针再套出1个线圈，然后一次拉起，这样这2针也变成1针了。好，接下来4针，1、2、3、4，不加不减的4针。好，那我们的猫耳朵的第2圈就完成咯。好，可以把记号扣拿起来，我们来做结合，引拔，直接引拔结合就好。然后反方向拉紧。好，我们进入猫耳朵的第3圈。我们第3圈的时候呢，要把最后这前面一样4针短针，然后我们要把2侧的减针再把它收起来，变成1针。所以起立，然后先1针对1针的短针1，然后挂一下记号扣。好。2，第2针也是短针，3、4。好，接下来呢，你可以把这边稍微压平一点，比较好处理。好，这边把这2针剪成1针1，另外一面也套出一个一圈，然后3个圈圈一起拉起来，减针。然后接下来翻面过来也是4个短针，它2面基本上是对称的。3、4，好，然后我们跟第1圈不行，不好意思，第1针的引拔做一个引拔，反方向拉紧，好，拔好了。这时候我们已经进入1、2、3第4圈，猫耳朵总共5圈。好，第4圈锁针起立，然后这个时候帮我钩织3个短针1、然后2、3，好，3个短针好了以后。接下来我们要把这3针短针，接下来的3针短针剪成1针，
所以每一个短针进去捞一个线圈，再下一个短针进去，然后捞出一个线圈，然后再下一针，这一针，因为这个最后会有点要到翻面的地方，所以角度比较大，然后大家小心不要前面2针不要跳，好，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再捞出一个线圈，这样这时候钩针上会有4个线圈，然后绕线一口气拉出，好，这时候我们也同时转到了背面。接下来剩下这3针短针就是1针对1针，好的，然后我们把记号扣拿起来，跟记号扣做引拔。好，接下来我们来钩织最后一圈。最后一圈的耳朵是先起立，然后2针短针，1、2， 2针短针以后，把接下来的跟刚刚一样3针剪成1针，所以这边你可以这样子稍微压一压，让它这个方向比较立体的圆形的，不是对折会比较好钩。好，剪针1，然后第2针绕出一个线圈，在第3针这边也捞出一个线圈，好，然后把它剪成1针，接下来还有2针短针，好，这边1、2，猫耳朵这边的操作，我觉得比较像钩织玩偶的时候需要的技巧。好，那我们来跟第1针啊，刚刚没有挂记号扣，不过越来越小，会发现挂记号扣不太好操作，可以倒着回来数一下，或是认一下，稍微认一下针目，或者是挂一根毛线就可以了，比较不会挡住。好，然后它做引拔，反方向拉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断线，稍微留长一点点，然后抽出，抽出来以后，我们要把这个耳朵收成一个尖尖的状态。这个时候拿出毛线针，这个时候从第1针开始，我们挑起靠近外侧这一个针，挑起外侧这一根毛线，然后挑起以后穿进去。第2针也是，把5个针目，最后一圈5针都挑外侧的那一条线，3、4，最后一个5。好，5针都挑好了以后，挑起来以后，这个时候把它拉紧，收紧。这时候自然就会出现这一个尖尖的。好，这时候呢，我会找一个线段，顺着它找一个线段，刚刚我们拉起来的那种，因为它的最后终结是会跑进这个里面，啊，所以我随便挑起一个，不要距离它太远的这一段。好，挑起来以后做打结，拉紧后打结。打结以后，这边会有一个结，对不对？我们直接沿着中间我们刚刚收紧的洞口，往这个空间里面穿，把这个结拉进去，让它外面看不到。好，把结拉进去以后，外面就看不到了。这些就是比较像是钩织玩偶的技巧。好，接下来这边因为线段藏在里面也不会跑出来，直接断线。好，我们1只耳朵就完成了。所以它的方法呢，其实是利用长针的柱身再做钩织，然后打开里面看，其实是完全结构是整个束口袋的结构是完全不会受到影响。从里面看也没有任何的接点。啊，也不用做缝合，直接在上面做钩织。
所以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模一样的这2个柱子，然后也是从这边开始做1、2、3、6个短针，翻过来再6个短针，一模一样的操作方式做第2个猫咪耳朵，然后做完我们一起再回来组合。好，那这样子我们的包身就完成了。我花了一点时间把线头都往里面收，然后可以看到里面翻起来看，其实是很干净，什么都没有，所以用来装东西啊，或者是就是对于装内容物是完全不，这个耳朵是完全没有影响的。好，那接下来只差一个步骤了，就是我们要2条线把它束口。你也可以用原来的颜色的线，不过我自己比较倾向用另外一个颜色，所以我在这边找出我上次购置东西剩的白色的线，好，白色的棉线，然后我来做它的束口的部分。好，那一样拿出钩针，这边的就很简单，我们只要做锁针就可以了。我们先打一个活结，然后套上，然后它的怎么说？这个长度啊，一定是要超过它打开这个包身本身拉到最宽的宽度，所以我们放东西才不会受到影响。然后长度估计的方式呢，除了这个对折以后要比它宽以外，我们束口以后要看大家的习惯。我喜欢在上面至少是可以打一个小小的蝴蝶结，我要不要打是一回事，但是要可以去做一个蝴蝶结，所以我都会希望它抓稍微长一点点，然后它上面可以打一个结这样子。好，所以我这边我自己抓大概是70到80针，不过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和用法去做改变。好，我们先起70针。好，我70针起好了，然后我们先看一下长度，然后我们头对着头，然后量一下，这是我们的包身，好，这样子，其实长度这样是够的。然后，不过我们还要再打一个结起来，所以我觉得80好了，来做个80，再10个，4、5、6、7、8、9、10。好，那这时候我们直接断线抽出，这样就是一条。好，我们是对抽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抽比较可爱。如果不对抽的话，大家可能就要使用猪鼻子。好，那我觉得对抽比较好看，那我就再做一条80针的锁针。好，80针的锁针，然后我们做好了2条，啊，这样子就可以来穿了。好，穿的方式呢，我通常是利用，就是耳朵上面这边是我们收口对齐的地方，所以从这一针开始，好，我们用钩针直接把这个拉进来，所以也可以一次多捞2针这样子，隔着一针上一针下这样子。也可以使用像是毛线针，因为我们有留一个线段，这样毛线针也还可以用。使用毛线针，但是要抓紧，不要让它掉了。然后就一针下，一针上，一针下，一针上。好，要到最后在耳朵这边一起出来。然后可以调整一下两边的长度，让它两边差不多。好，
那接下来我们另外一条呢，就是要走它的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只耳朵这边，然后跟另外一条线，跟已经穿好的这一条线，就是一样的上下的方式。然后刚刚那条线在上面的话，就在上面；它在下面就跟着它一起在下面，所以就沿着这个走。然后到对面这边，这边是开的，我们直接过去。好，这样这一边也穿好了，然后也是可以调整一下位置。然后呢，最后在这边两边这边对齐，然后打一个结。我不喜欢把结打在这个线头的部分，我希望它还是在有锁针的地方，这样这个结会比较紧，不会很容易跑掉。所以我刚刚有多勾个10针。然后你也可以套上自己喜欢的木珠啊，或者是小装饰品在尾端。好，我这边没有要套，就直接把它修剪掉。另外一边也是一样，把它拉起，然后打一个死结。这边可以分两条线分开拉，让它的结是固定的，修剪多余的部分。好，那这时候我们的猫咪包包就完成了，猫咪束口袋。啊，你看本来的造型是这样，平放式，然后有装东西，譬如说我们把几个记号扣的盒子放进去，收口，就变成了可爱的小猫。啊，然后上面也可以把它打一个可爱的蝴蝶结。打一个可爱的结，像猫咪的头上多了一个蝴蝶结。好，因为我使用的这个线比较硬，所以蝴蝶结没有那么好打。好，我们的猫咪包包就完成了，猫咪束口袋。然后希望大家钩织起来都还算顺利。我觉得这个包还蛮适合新手的。作品很小，需要的时间不会太长，不会要勾很多天。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留言的地方告诉我，然后或是有没有其他的 idea， 就想要把它改成什么样子，我也可以来帮大家试试看哦。那我们这次就到这边了，希望大家钩织愉快，我们下个月见，拜拜。